只是过来看一看电路还要收费吗？女客户担心收费贵，那好吧，这次我免费。先看一下故障现象。他换这个新表的时候摸着管道麻人了。对，还没装上的时候就。还没装的时候。对。燃气公司的师傅在换表的时候说麻手，还有打火，感觉有安全隐患，所以赶紧找个电工过来看一看。换上新表以后就不麻手了。对。这些管道上面有这个呀。摸着线也不发热。现在是接地得量不出来，量哪都正常。他昨天说怀疑是不是静电啊？那静电为什么打火花呀？我得去测一下你们家配电箱吧。电打箱我得看一下它的线盘量。这个电打箱打开吧，我测一下它零地电压。我看接地好不好？接地好的话，它不应该出现问题。它地线带电呢。零线不带。220地线带电呢。你们这是新楼啊，所以说有的时候没有无缘无故的电人。我本来以为是没啥问题的，看有电。那地线都带电呢。那怎么办？把燃气给插上。看这个电还有没有？燃气插上就没了。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是一个常见的现象，就是说你家这个地线不好，它这所有的感应电都顺着燃气管道走了，没了。那就是我们需要换啥吗？不需要换啥，我今天给你解决了。这个地线它是连着燃气的管道，燃气管道是金属的。感应电顺着插座那个地线，它是往这走，顺着燃气管道就走了。所以说它拆燃气管道的时候，它会打火，然后电人。他换这个表的时候，他如果把这个电拔了就没事了。这个电就跑不了了。当时就是插着的，对吧？对。所以说把燃气管道的人给电了。嘿，我真没把你这个案例当回事，没想到还真是，这是一个常见案例。如果说放电厉害的话，有的把这个电线都烫化了。这管道都烫化了，有的严重的就是那个管道都喷火了，开始打火。这样的案例我遇到过，这不是吓你们啊，遇到过。他这种情况很明显是地线不好，是主地线不好导致的感应电对地放不掉，那这个电就会电人，这个是不安全的。这个要去下面的电表箱看一下，他的电表箱在地下室，找来了物业的师傅，然后把电表箱的门打开了。锁已经打开了。90D， 太强吗？他们家是这个，接地挺高的。它这个线呀，它是往上插进去，插过了，压线皮了，没压到线。你看那个线头在哪了？带50多伏的电，带50多伏的电，还压那么紧。把线摁下去就行，给我个长螺丝刀。
哎，这样压上不就行了？把线压好，再上去看一下。哎，好了吧？现在就好了。好了，这样可以放心用电了。好了。这个地线好不好很关键。客户说他有时候洗澡还麻人，就是偶尔被电一下，也是这个原因造成的。好了，电路正常了，这样我就完成了这次电路的检修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这是一个饭店，里面的员工经常被电，都要辞职不干。他自己的电路查了1个多月，什么原因没发现，也是同行推荐找到了我看一看。我们这一圈一趟门头房都带电，然后找了很多电工这一块都带电是吧？都带电，全部都带电。那都去外边查，外边的原因。外边的原因是吧？这也要来他们说外边这些铁管上都带电，就是测哪带电，这些通风管道也带电，那就先用电笔测一下，看带多少伏。40伏的电压。他们说这个电是每天上午9点以后才会出现，那这是谁家漏电呢？你看还有天然气管道、天然气仪表控制箱外壳也是带40多伏，那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个是他们自己饭店的配电箱，那就用电笔测量一下电压，这3项对地电压，看电压的大小能看出来是哪一项在漏电。这个217，这个184。225，一般是这一项在漏电。这种情况零线是带电的，测零线。21伏，那可以确定是这一项是漏电的。中向接地吗？中向是接地的，中向是接地的。就你们是不是试过把这些闸拉了？它还有没有？拉过也有。你现在就可以拉掉。拉掉我不拉，就是拉过还有是吧？对，昨天就是拉过的时候还有，昨天拉的。那就不是它漏电，那就排除是他们家的原因了。所以我怀疑还是电闸上面的线路有问题。顺着他们的进线往上找，那就直接上电线杆了。电线杆连的可多了，有楼房、居民房用电。他们说前段时间刷墙都被电了，由于一直没找到原因，大家心里都很担心。因为前两天他没刷墙，他们就漏电，他不敢刷了。所以说我就找的社区打电话不建议去。3楼上那些人说，哎呀不行，墙急。像这种情况就是说我哪都可能电水。要是不光是墙了就看电。是不是？有的时候电流也很强，打人小孩手都麻都的。那就开始找原因呗。怎么找呢？他这有个接地线，下了一个接地线。我无意中用钳表一掐，接地线居然带2.3安的电流。像这种接地线不应该有电流，就是不应该带电。那这个接地线接哪去了呢？用电笔测，它上面带10几伏的电压，这个电压还不高。我想不通的是为啥它有电流？那也就是说它是通着电的，所以有电流。这个一下把我整懵了。难道是电线杆上的线接错了吗？近距离的看，能看到这个接地线是接零线上了，和零线接在了一起。它这个零线为啥要接地呢？这是2次接地吗？它这个零线接地应该在变压器那一块接地啊，所以去变压器那一块看一下。变压器离这不远，几十米，去过去看一下。它这每一个线杆都是零线接地的，从下边能看出来。但是在这个地方掐电流，这个地线没有电流，那就直接到变压器那一头看一下。厢式变压器，这个厢式变压器就一路出线，然后上杆连着周围这些商铺还有小区用电。我想在这个地方测一下，测量接地排0伏，0伏，测量零排16伏，这个是不正常的。然后测火线，这个220正常，这个210
边上这一项220，在这个地方对地还可以。哎，这一项低一些，中间这一项低一些。要不然那边0还在那一块做的接地，这一块没做接地。拿腕表，它应该是0伏。哎呀，这想想是不是它中心点没做接地？没做接地，这打通钻，这通钻的调0，调0，应该是通的。不通，它是有问题的。测零排和地排的电阻应该是向右摆到头，结果没摆到，也就是说它是有电阻的。这种情况就是变压器的中性点没做接地，也就是说零排和地排应该是通的，应该是连在一起的。但是现在来看是没有，一会儿看供电所的师傅怎么来处理，可以把零排和地排连一下试试。好了，好了，啊，一样，那边还电啊？这边电压正常了，打上以后这边电压正常了。打上以后电压正常了。开过去。三元电压正常了，但是还是说有漏电的呢。变压器那边连在一起，在这头测量电压，中间这一项还是电压低，还是电压低。看零线还是带电，20多伏。用电笔测量火线对地的电压低，一般是判断是有漏电的。掐这个地线的电流还是有，也就是说大地和零线之间还是有一个电流通过。那这是谁家的漏电呢？天然气的管道还是带个40多伏的电，还得继续找原因。下面就找每一家每一户，看谁家在漏电，用钳表掐电流。如果上面显示大电流，那就是在漏电，19安，这电流挺大的，难道这么巧吗？这一掐就掐出来了，它这个太明显了，它这个是漏电的。这是电缆的进线，再看一下电缆出来的线，这一家没有电流，电流小，没有电流就是不漏电。再掐这一路19安，那也就是说这一家的线路在漏电。判断是不是他们家的问题，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断电，就是拉闸断电看看。能拉吗？可以拉，不过没有用。你跟他说说。0伏，来了。0伏，再看电流。没了是吧？2安就没了。我再去测电压，再测一下电压。220，220，220，0伏。你送我电，你送我电，我看。没准是你家电表。哎呀，送我电，电压就下来了。我天天在店里坐着，我们家小孩每一天都是这样辞职不干了，因为天天过电，我还得安抚他们。就我这个给我装修这个，他都草敌我了，因为你们家工人就是因为被电辞职不干了。对呀，那你天天过电谁敢干呀？天天来电。好了，知道谁家了，去那一家看看。也是一个小饭店的后厨，一说他们家漏电，老板自己也在查。他说最近又接了一个增箱，原来是3相电的增箱，现在换成220的电了，换了个小增箱。但是我用钳表掐，没有电流，没有，不漏电。但是他们老板特别怀疑这一个增箱的问题，那个增车是这个电闸控制的，那就先把增车拉下来，外边电缆线的电流没了，再合上增车的电闸看一下。推上以后就20。他都知道他家增箱。推上以后就20安的电流。我在想，这没动多少。你增箱接出线了吗？那可以确定是个增车的问题，那就先拉掉。到点了，先去吃饭。
吃饱喝足以后再查是哪里的问题。找到了故障原因，老板娘很高兴，非要请我们吃饭。哎呦，那真不好意思。吃完饭再打开他的配电箱看一下，线被他拆下来了，说这路线不用了，怀疑是增箱不好。但是我一捋线，我发现了问题。这个你不是接个220的用了吗？嗯，这个其实是个地线。这个是地线啊，它不是零线那头。火线通电给增箱，增箱回去以后，它没往零线走，往地线走了，所以说。哦，那这个4个线里面是没有零线，没有零线，全是地线。哎，不是，这个是地线，3根火线一个地线，一个地线。哦，这不是个地线吗？这接的是接地。接地了啊，接地了，你这叫什么呀？这叫是火线和地线之间连上在用电。对，我这个可能。你这不是漏电保护器，是漏电保护器都跳了用不了。这增箱是好的，不用扔，这个不用扔。好的，那现在零线进来多少用的啥？啊，零线给你改过来，还是这样用就行。现在零线从哪里改过来？在配电箱那里，我们给你改过来。好的，配电箱能给你改过来。好的，谢谢啊。这都包好喽。哎呀，我天哪！这样给他接了1火1零可以用了，但是他这缺了个漏电保护器，这样这个电路就恢复正常了。让我想不通的是，为什么这个零线要在这个地方接地呢？好了，这样我就完成了电路的检修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